最近身边感冒的人明显增多了。大家虽然还没出现打喷嚏、流鼻涕、发烧等症状，但都很自觉地戴上口罩，并表示这2天喉咙有点痛，应该是要感冒了。得过感冒的人可能都有这种相似的体验，每次感冒似乎都是从嗓子疼开始的。于是千百年来，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方法，以便在嗓子疼的时候就用起来，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。比如泡个热水澡，吃大剂量维生素 C， 吃感冒药，吃抗生素，盐水漱口，海盐水洗鼻，喝姜水或葱白煮水。那这些方法中哪些有效，哪些无效，哪些效果最好呢？今天这个视频会带你从原因到实践逐步分析，记得订阅收藏。为什么感冒很多时候会从嗓子疼开始？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嗓子疼的原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如果大家着急看处理措施，也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开始。我们的喉咙就是呼吸道的第一个关口，无论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，吸入的空气都必须经过这个关口。如果吸入的空气中携带病毒，病毒就很容易在咽喉这个区域着陆。一旦病毒附着在咽部的黏膜上皮细胞上，它们会迅速入侵这些细胞，并且在细胞内大量复制，也就是跑到你家吃你的喝你的，还在家里生儿育女。这个过程在你有感觉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之所以感受到喉咙痛，更多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攻击时所带来的附带损伤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当病毒开始在咽部细胞内复制时，被感染的细胞会发出求救信号，这时免疫系统会迅速调集大量免疫细胞前往感染的部位，并释放出多种炎症介质，比如细胞因子、前列腺素等。这些炎症介质会刺激咽部的神经末梢，让我们产生疼痛的感觉。炎症介质还会使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、充血，通透性增加，导致组织液渗出、粘液腺分泌增加。因此也有些时候感冒会先表现为鼻塞和流鼻涕。至于症状先从哪里出现，主要取决于病毒在哪里的浓度最高，复制最快。另外，有一些炎症介质会进入血液循环，作用于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，从而导致发热。这种现象在低龄的婴幼儿身上更为明显，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和体温调节中枢都还不成熟，对感染的反应更大。也就是说，喉咙痛不是生病的起点，而是免疫系统向病毒发起进攻的信号。当我们感觉到喉咙不舒服，说明免疫系统已经打响战斗了，只有彻底打败敌人，这场战斗才会平息，你的感冒症状才会缓解。但是战斗是需要时间的，甚至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，症状还有可能会先经历一个加重的过程，几天后才会逐渐减轻。所以在怎么治感冒这件事情上，人类主要有2个方向，一种是研制药物直接杀死感冒病毒，一种是让自己舒服一点，帮助免疫系统提升战斗力。如何直接杀死感冒病毒？很可惜，由于导致感冒的病毒种类繁多，还经常变异，人类现在对感冒还没有特效的办法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感冒药不是用来治感冒的吗？其实感冒药并不能治感冒，而是用来缓解感冒症状，让你感觉舒服一点，仅此而已。在一些感冒药中可能有金刚烷胺这样的抗病毒成分，但这个药物已经产生了广泛耐药，对感冒无效。还有一些名字里含抗病毒的中成药，本身没有有效的抗病毒成分，名字里带头孢、西林、霉素、沙星的通常是抗生素，对感冒病毒也没有效果。真正有效的药物成分，如对乙酰氨基酚是退热镇痛的，氯苯那敏是缓解鼻塞打喷嚏的，右美沙芬是镇咳的。所以发现喉咙痛，吃中成药、感冒药、抗生素并不能让感冒好得更快一点，但可以根据症状需要使用镇痛药物，比如嗓子疼的吃饭喝水都有问题，可以吃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镇痛，或者有局麻作用的口腔喷雾。你如果在国内就用这2个，你如果在国外就用这2个。如何帮助免疫系统提升战斗力？第一招，喝水，喝冷饮或热饮都可以，比如加蜂蜜或柠檬的茶，还可以吃凉的或冷冻的甜点，比如冰淇淋、冰棒、冰块。很多人觉得吃冰的会加重病情，实际上冰的东西具有一定的麻木效果，缓解疼痛的同时还可以补充水分，一举两得。如果你平时吃冰凉的东西没有不适，那么感冒喉咙痛的时候大可以放心吃。那喝姜茶、苹果水、沙棘汁、刺梨汁、葱白水会更好一点吗？据传葱白还必须是小葱的葱白，大葱都不行。实际上这些都是普通的水果、蔬菜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水，喝水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白开水没什么味道，也可以煮这些水喝。
第二招，用温盐水漱口。这个方法适用于6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，在大概240毫升温水中加入1/4到1/2茶匙盐，可以起到抑制病菌、减少炎症的作用。第三招，用鼻喷海盐水洗鼻。有一些人感冒前鼻腔里面先有点异样，如果没干预，后面就开始喉咙痛、咳嗽，所以在鼻腔有感觉的时，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能达到减少炎症刺激、促进恢复的效果。第四招，吮吸硬糖。可以尝试无糖硬糖，选择柑橘或薄荷口味的。这个方法适用于5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。年龄太小的儿童由于存在误吸风险，不要使用。一些人使用止咳糖浆，感觉有效果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不推荐的方式，大剂量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 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常见营养元素。关于维生素 C 与感冒的研究表明，长期规律服用维生素 C 并不能预防感冒，但它可能轻微缩短感冒病程约10%，并轻微减轻感冒症状。例如，原本需要10天才能恢复的感冒，可能会缩短至9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期大量摄入维生素 C 存在潜在风险，可能导致消化不良、恶心和腹泻等胃肠道症状。此外，如果是在生病后才开始服用维生素 C， 既不能有效缩短感冒时间，也不能明显缓解症状。不可否认维生素 C 对人体的重要性，但它在感冒治疗中的作用有限，且需警惕过量摄入的风险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人类与感冒已经打交道了数千年，真正能把感冒病毒扼杀在摇篮里的方法其实是预防。每天营养均衡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注意手卫生，就能大大降低感染的概率。大家对于感冒都有哪些成功经验呢？欢迎留言区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